不用門票，台版櫻花花期末，一年只美這個季節，錯過再等一年。解鎖日月潭，除了搭船、纜車，其實還藏着一條傳說中能心想事成的幸福連線。更關鍵的是，枯水期的日月潭，現在哪裡最美呢？焢肉飯，當地人的最愛，我也來一碗。到車城吃充滿煙燻香、軟嫩的雞腿，走進被木棧道、落羽松包圍的主木池。不開車怎麼玩？火車加客運挑戰一日出遊。這個路線我直接實測給你看，到底值不值得？我是 Emily， 挑戰一日景點。這條路線一定要收藏。今天挑戰一日出遊 ，Emily 花了366元，要搭清晨5點16分台鐵區間快2005車次，從松山到彰化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們要去二水看盛開的花期末。不過這一趟 Emily 不想只來一個景點，小編幫我們安排好了一整天精彩的行程。一日挑戰到底會有多充實？一起走一趟給你看呢。還沒有吃早餐，8點14分，我們先在彰化火車站下車。從火車站走路大概7分鐘，Emily要帶大家去一間當地人超愛、常常大排長龍的早餐店。吃焢肉飯，這間阿全焢肉飯可是第一屆台灣小吃指南500碗的冠軍。還好啊，現在人不多，來一碟2碗焢肉飯便當外帶。哇，點完餐一回頭，人潮已經開始出現了，給大家看看網絡上一堆人排隊的狀況，加上靈魂醬汁。我等會要搭8點40分的火車，好，剛才沒有人，不然真的會來不及。我們待會車上慢慢享用嘍。我用跑的回車站，一進站呢，我就趕快問工作人員要到哪裡等車。工作人員手一指，就是這班。天哪，我的心臟都快跳出來了。小編為了吃，竟然這樣安排我，我跑得都快吐了。想吃這道美味，真的要三思啊！這間焢肉飯用的是後腿肉，滷的時候還會用竹籤定型。焢肉飯看起來很平凡，吃起來完全不簡單。瘦肉軟嫩不柴，肥肉入口即化，沒有太多調味。就是最原始的滷香，這個內行人的黃金標配滷鴨蛋，外 Q 內綿，整個吸滿滷汁。連平常不太吃焢肉飯的 Emily 都吃光光，就知道有多好吃。從彰化站出發，搭8點40分台鐵區間快2707車次，前往源泉站。在車頭拍攝的時候，遇到了這位親切的台鐵工作人員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沒關係，沒關係。所以你們就是看路上有什麼障礙，或者是路線沒有水平高低不好的地方，到晚上會開始修。對，這樣是比較安全。哦，原來他正在車頭前方進行定期巡查鐵路狀況。看到這一幕啊，也讓大家知道，每一段旅程背後都有這些人在默默替我們的安全把關，辛苦嘍！源泉站9點19分抵達源泉站。源泉站是集集支線的無人招呼站，
所以乘客需要在月台自行刷卡進出。今天不是假日，所以人潮還算可以。下火車之後，沿着鐵軌旁邊這條路走就對了。不是櫻花，卻比櫻花還夢幻。火車緩緩駛過眼前，兩側花旗木盛開，落羽松靜靜佇立，仿佛走進一幕正在播放的電影。想看花旗木盛開的人要來要快喲，一年僅盛開一次，錯過再等一年。提醒大家，路旁這邊也有員林客運6702號的車子，可以搭往車城，不一定要回源泉站搭火車哦。10點45分，搭乘集集線區間車2711車次。上火車，我最期待的畫面即將出現。11點20分，火車來到集集車站，我們換搭台灣好行的車子前往車城。之所以要在集集這邊改搭台灣好行的車子，是因為2021年台16線公路邊坡坍滑與隧道受損，要到2026年7月全線才會全部恢復通車。11點47分，我們到達了車城車站。大家要記得到站的時候，要到遊客中心旁邊這台刷卡機刷卡，付車費喲。車城位於南投縣水里鄉，是集集支線鐵路的最終站，有最後的火車站與秘密花園之稱。這裡融合了日治時期的林業文化，成為了一個熱門的觀光景點。Emily 今天特別來主木池與生態步道走走。這座主木池過去是用來浸泡、保存木材的地方，如今經過了整理與美化，搖身一變成為靜謐又療癒的秘境。沿着環池步道漫步，滿滿的日式氛圍。我們還在木茶房吃了午餐，上次我們是吃木桶便當，今天我們改吃鹽烤青魚餐和燻烤雞骨腿餐。哎呀，大家真的別跟我一樣傻。來的時候看刷卡機上面寫進出站請靠卡，結果我想說我現在要出站了，又跑去刷了一次卡。那我已經在那邊刷過了。我這不是接駁車。其實我現在要搭往日月潭的是南投客運，不是要搭台鐵的接駁車呀，所以我只好再跑回去刷一次卡，22元，代表說我已經下車出站了。不然下次等我要搭台鐵的時候就卡關了。1點40分，搭南投客運前往日月潭。日月潭現在遇上了枯水期，經典地標九蛙蝶象全數現身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個時候的日月潭究竟哪裡才是最美的呢？今天 Emily 要來解鎖日月潭，除了搭船、搭纜車，其實還藏着一條神秘路線，一條傳說中能心想事成的幸福連線。
2點20分，我們來到了日月潭。因為我已經在網絡上買好了回程車票，所以下車之後 ，Emily 先到這個地方領回程到台北轉運站的國光號客運車票實體券。我們打算租電動摩托車來完成今天的行程。車站旁邊有一間新開的租車行。比較好騎。目前的話，以你們2個的話，我們會推薦這個。鑰匙打開之後，它會顯示一個 P 字，它是沒有辦法騎。我們按下這個按鈕解鎖以後，就跟我們騎機車一樣，道理是一樣的，然後直接轉動油門，這樣子就可以了。老闆說呢，只要說出通關密語 Emily Hero， 租電動摩托車的時候就可以便宜100元哦，不是業配，純粹分享。從水社到象山的自行車道，這條路線曾被 CNN 評比為世界10大最美自行車道。少了豐沛的湖水，有不同的風情。但是有一個路段依然美麗 ，Emily 實測給你看哦。從象山遊客中心旁邊這個交叉路口往左，這裡是象山觀景台，是一座懸臂式觀景台，以少竹的杵為設計概念。順着路往前走，這裡是看見拉魯平台，可以遠眺拉魯島。我們現在往回騎，回到象山遊客中心旁邊那個交叉路口。這次我們選右邊。這裡是日月潭水上運動訓練中心。往前騎的話，還有美麗的月牙灣。哇，這麼美！誰說日月潭在枯水時期就遜色了呢？日月潭還有着一條傳說中能心想事成的幸福連線，跟着 Emily 去一探究竟。從涵碧步道的入口這裡走進去，涵碧步道位於日月潭涵碧半島，是一條全長約 1.5 公里、平緩易走的森林步道。往前走可以看到一座娛樂亭，從娛樂亭這邊往湖心望去，與拉魯島、玄光寺、玄奘寺、慈恩塔連成一條青龍直線的奇觀。相傳情侶來此許願，可以心想事成。這條幸福連線秘境，你找到了嗎？挑戰花旗木車程日月潭一日遊，真的超療癒。從二水鐵道旁盛開的花旗木粉紅花海，車程靜謐的主木池與滿滿日式氛圍。日月潭枯水期秘境，
到傳說中能心想事成的幸福連線，一路搭着火車，轉着客運，看着窗外風景的流動，聽着車輪與軌道的節奏，都像是在慢慢訴說這趟旅行的故事。你可曾在旅途中靜靜望着窗外，就被一幕風景打動？如果有，那大概就是旅行最迷人的地方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歡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歡迎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。下期見哦！